1999年，全世界都疯了。当时随便一家公司，只要名字后面带一个 .com， 股价就能起飞，哪怕它没有赚过1分钱，照样被股民疯抢到涨停。可偏偏在这一年，我们最会赚钱的老爸掉队了，他的伯克希尔股价一路腰斩，股东们都开始怕了。各路媒体更是毫不留情，著名的巴伦周刊直接拿老爸做了封面，配上几个大字儿 What's wrong, Warren？ 潜台词其实就俩字儿：过时。全世界都在等着看这个老头的笑话，可他却跑到一个全球顶级富豪都在的聚会上，把所有人挨个挖苦了一遍。欢迎来到小 A 读书圈，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。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《滚雪球》。上集说到，老巴和比尔盖茨成了忘年交，可哪怕盖茨天天劝他买科技股，他也只是象征性的买了100股微软，多一股都不要。而就在他这么轴的时候，外面的世界早已沦为互联网的傀儡。故事要从一个叫太阳谷的地方说起。1999年7月，巴菲特带着全家乘坐一架价值3000万美元的湾流4型私人飞机，飞往爱达荷州的太阳谷。这是个什么地方呢？这是一家叫艾伦公司的华尔街精品投行，每年在这儿举办的一场顶级峰会。说白了，就是全球最有钱的那帮人聚在山里搞团建。那来的都有谁呢？就比如史蒂夫·乔布斯、比尔·盖茨、默多克、汤姆·汉克斯、英特尔的安迪·格鲁夫、迪士尼的迈克尔·艾斯纳等等，全是大佬，还有一大群新冒出来的互联网新贵。当时的私人飞机是一架接一架的降落，在跑道上排成一排，就像商店橱窗里摆的玩具似的。这帮巨富白天打高尔夫、网球，做竹筏漂流、马车巡游，晚上就围着篝火喝着鸡尾酒，谈几十亿的并购。后面还有100多名看护人员帮他们照看孩子。记者被严严实实地挡在会场外，所以大家可以在这里畅所欲言。但1999年的这届气氛有点不对劲儿。那一年的太阳谷，空气里全是互联网的味道。那些刚冒出来的互联网 CEO 们走路带风，狂到没边儿，逢人就吹自己的宏伟蓝图，一副我们才是未来的傲慢劲儿。而这一年压轴演讲的嘉宾偏偏是巴菲特。要知道，老巴这人向来拒绝在别人的场子里发言，而且他这辈子从来不预测市场。可这一次，赫伯特·艾伦一邀请他就答应了，回去憋了整整2周，准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演讲。周六早上，巴菲特缓缓地走上了讲台。为了听他讲课，几乎所有人都放弃了娱乐项目，把会场挤得水泄不通。老巴先是讲了个暖场小故事。他和邻居唐纳德是几十年的老交情，那会儿老巴刚开始创业，正挨家挨户拉投资呢，他就盯上了唐纳德，张口就问：“你要不要投我2万5啊？”唐纳德两手一摊：“没钱哦。”老巴不死心，降到1万，还是被拒绝，再降到5000，仍然不行。时间来到1962年6月21号的那个晚上，老巴又不死心地摸上门去了。结果呢，整栋房子漆黑一片，鸦雀无声。老巴心里门儿清，这2口子为了躲我，肯定是把灯关了，躲在楼上。可他脸皮厚啊，在门口又是按门铃，又是狂敲门，就是不走。楼上呢，灯也不开，不知道小2口在黑暗里干啥。说到这儿，老巴卖了个关子，转头就问台下唐纳德的儿子克拉克：“你是哪天出生的呀？”克拉克大声回答道：“1963年3月21号。”全场轰的一下秒懂，笑成了一片。因为从那个漆黑的6月夜到克拉克出生，刚好整整9个月。老巴双手一摊说：“你看，历史往往就取决于这种小事儿。所以克拉克啊，你真得谢谢你爸妈，当年幸亏没把那1万块给我，不然就没有你了。”全场大笑。可笑声还没落，巴菲特话锋一转，直奔主题：“朋友们，我今天想谈谈股票市场。”他先甩出一句名言：“短期看，市场是个投票机，可长期看，它是个称重器。”意思很简单，一时的涨跌靠的是人气和跟风，但最终值多少钱，得看你的公司真有几斤几两。说完，他按下遥控器，大屏幕亮了起来。台下的比尔·盖茨屏住了呼吸，因为众所周知，老巴不太会用电脑。直到第一张幻灯片成功跳出来，盖茨才松了口气。幻灯片上只有2行简单的数字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1964年12月31号是874.12点，1981年12月31号是875点。整整17年时间，
美国的经济规模增长了5倍，500强企业的销售额也涨了5倍多，可是呢，股市却几乎一动没动。老爸这是想说明什么呢？他其实是想告诉大家，股价这玩意儿短期内是可以跟经济基本面完全脱节的。公司明明越赚越多，股价却能10几年纹丝不动。那反过来道理也一样，公司基本面没怎么变，股价却被一路炒上天。而眼下的1999年就是后面这种情况，这种挣脱了地心引力的暴涨，迟早有一天是要连本带利跌回来的。接着，老爸亮出了一份长达70页的清单，上面列着美国历史上所有的汽车公司，一共是2000多家。他说，汽车是20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发明。可你们猜，最后活下来几家？只有3家，而且这3家都一度跌破过账面价值。所以，伟大的行业绝不等于伟大的投资。听到这儿，台下那些互联网新贵们脸色开始不太好看了。巴菲特又换了一张幻灯片，航空公司。从1919年到1939年，美国大约有200多家航空公司。当时谁都能预见航空业将改变世界，可结果呢？投资者的总体回报其实是0。巴菲特还顺手自嘲了一把，他说：“我真希望能穿越回莱特兄弟试飞那天，一枪把奥威尔莱特打下来，也算是为后来的投资人积德了。”全场哄堂大笑。可笑着笑着味儿就不对了，因为老爸紧接着又讲了一个段子。他说，有一个石油勘探商死后到了天堂门口，上帝说：“兄弟啊，你符合条件，但很抱歉，给石油佬住的区域已经住满了，没地方给你了。”这人说：“那您不介意我喊句话吧？”上帝点头同意了。于是他冲里面大喊了一声：“地狱里发现石油啦！”话音刚落，天堂里的石油佬们哗的一下全往地狱冲去了。上帝都看傻了，说：“行吧，现在地方空出来了，您请进吧。”结果这老哥站在原地憋了半天，来了一句：“算了，我还是跟他们一起去吧，毕竟空穴不来风啊，万一真的有呢？”全场再次大笑。可巴菲特紧接着慢悠悠地丢出一句话，他说：“这就是人们认识以及感受股票的方式。”笑声戛然而止，因为大家突然反应过来了，巴菲特是在指着鼻子骂他们呢。你们这帮人哦，就跟那个没脑子的石油勘探商一样，听信传言，跑去地狱找石油。最后，巴菲特给出了自己的判断：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只涨不跌的新经济模式，股市的最终价格永远只能反映经济的真实产出。按眼下这个被严重高估的价位，未来17年美股的年化回报可能只有6%。可当时几乎所有的调查都显示，投资者的期望年化回报是13%到22%，这中间的巨大差价就是泡沫，就是人类无可救药的贪婪。这番话说完，全场石化了，没有人鼓掌，没有人笑，一股怨气在会场里暗暗涌动。作者说，在1999年的太阳股大谈泡沫，就像是对一屋子名声不好的人大谈贞洁。巴菲特扫视全场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现在还有没有谁是没有被我挖苦到的？”没有人举手。他说：“好的，谢谢各位。”在一片尴尬的氛围中，人们起立鼓掌了。台下的盖茨听得连连点头，觉得这简直是一场殿堂级的股市基础课呀。可更多的人脸直接绿了。你想啊，这屋子里大多数都是靠互联网泡沫一夜暴富的人，巴菲特这番话等于是当众往他们的香槟里吐口水。他们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这老头就是嫉妒，他已经彻底跟不上时代了。果然，太阳股峰会结束没多久，对巴菲特的群嘲就铺天盖地砸过来了。先是巴伦周刊发出了那期著名的封面，质问沃伦你怎么了？接着是各路财经专家轮番上阵，排着队踩他两脚。有个科技杂志的发行人公开喊话说，巴菲特就该在给股东的信里写上4个字：我很抱歉。华尔街日报更狠，直接说连 AT&T 的退休老员工炒科技股都比巴菲特强。最离谱的是，有人在雅虎论坛上造谣，说巴菲特病危住院啦，大家快跑！谣言像病毒一样传开，竟然让伯克希尔的股价一周就暴跌了11%。这就是新媒体的恐怖之处，一条匿名帖子就能掀翻一只股票。后来巴菲特被迫出来发表了辟谣声明，结果你猜怎么着？辟谣反而催生出了更多的谣言。怀疑论者说，他要说自己很好，那一定是不好。
还有人说他趁低价偷偷买自己公司的股票。这边老爸被锤得死去活来，那边纳斯达克的指数却一路狂飙，竟然破了5000点，比1年前翻了整整1倍。而伯克希尔的股价却近乎腰斩，到了2000年3月10号，跌到了每股41300美元。媒体直接给他取名叫做堕落天使，调侃他是过去最伟大的投资人。他的年龄突然就从经验的象征变成了老朽的符号。可最让老爸难受的不是外界的嘲笑，而是那些跟了他几十年的老股东们。往年伯克希尔股东大会能涌来15000人，而这一年直接少了40%。更扎心的是，台下的老股东们也开始动摇了。有位老太太当场抱怨说，伯克希尔这点回报连孙子的大学学费都付不起，他得去上班了。还有个股东站起来，一个劲儿地劝他说，求您了，好歹拿出10%的钱去买这科技股吧。看着台下那一张张失望质疑的脸，比任何一篇黑稿都让他感到痛苦。而且说句公道话，那段时期的老爸在投资上确实是不太顺。他最爱的可口可乐股价一路缩水，那笔投资的市值从最高175亿，硬生生跌回了87.5亿，直接腰斩。而让他更头疼的是，他花220亿买的通用再保险，简直像中了邪一样不停出事儿。先是傻乎乎的去给好莱坞电影的票房做担保，连演的啥片子哪个明星主演都不知道，赔了个底朝天。然后当时的 CEO 福格森在经营理念上跟老爸完全不合。巴菲特信奉的原则是宁愿轻松跨过1英尺高的栏，也不去挑战7英尺高的阻碍。而福格森呢，却心高气傲，觉得赚那些轻松的安全小钱太没意思了。结果在加入伯克希尔的头12个月，通用再保险整整亏损了15亿美元。在这之前，巴菲特旗下还没有哪家公司亏过这个数的零头。那面对这漫天的嘲讽和一身的麻烦，巴菲特和芒格采取了什么反击手段呢？答案是什么都没做，不写小作文，不上电视辩解，甚至连公关团队都没有请。巴菲特在致股东的信里，老老实实给自己当年的业绩打了一个低，但他没有写任何道歉的话，更没有承认避开科技股是错误的，因为他和芒格死死守着他们一辈子的商业信仰，看不懂的钱一分都不赚。在那年的股东大会上，有股东当面逼问芒格要不要也买点科技股。芒格只冷冷丢了一句，如果你把葡萄干和狗屎搅在一起，那么得到的东西它依然是狗屎。翻译一下就是，哪怕再热门的概念，只要它底层是个烂生意，那还是毫无价值。此言一出，全场愣住了，他居然当着所有人的面说了狗屎。会场里骚动了好一阵才平静下来。我们总以为在滔天大牛市里，你不上车不追高，那就是傻，就是错过了发财的机会。当身边所有人都在赚钱，只有你没动，你就会怀疑自己是不是那个蠢货。可巴菲特呢，偏偏就要当这个蠢货。他的账算得比谁都明白，互联网确实是未来，但这高到天上去的股价纯属发疯。而且老爸不仅不追高科技股，反而使出了一招以退为进的妙招。既然你们都觉得伯克希尔不值钱，那我就自己出钱买。他公开宣布愿意在市场上买进自己公司的股票。就这么一句话，还没等他掏出1分钱回购呢，伯克希尔的股价在1周之内就狂拉了24%。紧接着，故事的终局如期而至。2000年3月，泡沫啪的一声破了，纳斯达克的科技股开始集体雪崩。到了4月底，技术股的市值蒸发了31%。那些曾经牛上天的 .com 公司，一家接一家的灰飞烟灭，无数股民血本无归。而那个被群嘲了整整3年的顽固老头，一夜之间从人人唾弃的老古董，又变回了料事如神的奥马哈先知。财富杂志写道，巴菲特是一位优秀的复兴者。伯克希尔股价从谷底暴涨了47%，再次冲上了每股近6万美元。至于当初嘲笑他的那些科技新贵呢，绝大多数都被埋在了高位。所以你看，投资这件事儿最难的从来不是选什么股票，而是所有人都失去理智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守住自己。巴菲特有个理念叫内部积分卡，就是说你衡量自己的标准应该来自内心，而不是外界的掌声或嘲笑。你是想让全世界都觉得你是最牛的投资者，但其实你不是，还是想让全世界都觉得你是最烂的，但其实你才是最牛的。他选了后者，然后他赢了。不过故事还没完，
就在巴菲特刚刚被证明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却亮起了红灯。有一次，他在盖茨家打桥牌，大家发现他声音嘶哑，明显不舒服。盖茨夫妇赶紧叫来了医生，结果一问，老爸都69岁了，居然从来没有做过结肠镜检查。要知道，他老爸霍华德·巴菲特就是死于结肠癌的。医生让他赶紧去做全面体检，结果出来，所有人都傻了眼。他肚子里有一块巨大的良性息肉，大到必须要做手术。那场手术切掉了他整整15英寸的肠道，肚子上留了一条7英寸的疤。而这不过是新世纪给他的第一记重拳。紧接着，震惊世界的911来了，直接炸向他的保险帝国。相伴他几十年的红颜知己凯瑟琳，也在这一年永远离开。更让他无法承受的是，他生命里最重要的那个人身体也亮起了红灯。我们下集接着聊。